哎，差不多了啊！哎，停会儿，停会儿，前面到磊叔那儿了，咱们不去吃个早饭，歇会儿。OK， 慢点儿，慢点儿。姐，磊叔，哎呦，正说着你俩呢。饺子好了，来吃吧。你怎么知道我俩要来啊？我给叶轩发了信息，让他叫你一起过来吃早餐。啊，我说，他怎么一大早叫我起来跟他来跑步？赶快尝尝，我一大早包的。来，我刚拌的凉菜，哎，你俩多吃点啊，锅里还有，这是你的。不，这也太那个了吧？你少吃点，不然血脂又该上去了。谢了姐。慢慢吃啊。哎，看磊叔和静姐日子过得美。那当然了，老夫老妻大半辈子了，相濡以沫，懂不懂？啊？嗯。叶轩，你怎么了？我观察你很长时间了，啊，你一心扑在案子上，没有自己的生活。没了，失恋了，没自己生活了。你可不能学你的师傅啊！他是榆木疙瘩，这个一心扑在案子上。你还年轻啊，不但要有工作，还得有生活。叔，你放心吧，我没事。行，吃吧。饺子馅儿不错啊，看看谁包的。冷队，哎，温勇的手机和钱包已经找到了，在哪儿找到的？在中心公园的绿化带里，是园林的工作人员进去打药发现的，然后直接放失物招领处了。中心公园。对，离温勇失踪的地方有多远？大概隔一个路口吧，几百米。我也不行，我也刚来，我得问问。还有这样。那个钱包和手表是在哪发现的？就前面那个树下。什么时间的？具体时间记不住了。还有发现其他东西？没有。王腾，有发现！哇！喂，冷队，中心公园这边目前没有发现尸体，而且这个地方属于监控死角，什么也拍不到。我刚才问了一下，公园的出入口和主干道上的监控都是一周一清，就算拍到什么，估计也早就没了。好，是。喂，妈，你们在国外还好吗？我挺好的。我爸呢？我有点事儿想问他。时间挺长了，应该是我小学那会儿。
天天这么闹，还这么干活，还不如赶紧搬了算了。哎，江月回来了。反正我明天请假了，最近也没什么大的，烟花厂早晚得红。吃饭了，哎，把书包给我吧。咋回来这么晚啊？江月，小心呀！你说这么好的场子，怎么就能给炸了呢？你说，太可惜了，真的。好的一个，我现在这心被炸了，怎么回事？哎呦，那个孩子还那么小是吧？就是，可怜了。对。就说这种场子是不是炸弹？还是我开的小？幸好一直在你身差不多。我听说厂长两口子当时还在厂里，据说都炸没了。孩子才上小学呢。师傅，我找人打听了一下，程建民的企业之所以能做大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开发了东风文化广场项目。当时这块土地上有一家烟花爆竹厂一直拒绝搬迁，项目难以推进。后来这个工厂发生爆炸，厂长夫妻俩被炸死，不得不关停。城中村
纵火，用的是烟花炮竹里的黑火药。你怀疑程建明当年动了手脚？那会儿这家工厂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刚好过期，事件被定性为安全生产事故。但我打听到的消息是，程建明买通了工厂的工人，引发了爆炸。信息可靠吗？我爸的一个朋友是当时这个项目的合伙人之一，他听说当年程建明买通了工厂的一个工人，引发了爆炸，用的就是手机操控金属钠落水引爆的剂量。由于当年仓库中烟花存储量大，手机被烧得渣都不剩，工人又有不在场证明，以当时的技术条件，很难查证。而事后多年，这名工人因心存内疚，留了封遗书后自杀了。在遗书中，他写明了自己的作案过程。他虽然没说是受谁指使，但大家都怀疑是程建明。这都20多年前的事儿了。就算陈建民涉嫌犯罪，现在也找不到实实在在的证据。这起事故啊，导致了厂长夫妇的丧生。如果他们的亲属知道程建明在这个事故中扮演的角色，那就有充分的理由行凶。都过去这么久了，就算有人对他怀恨在心，为什么等到这么久？也许是刚刚才知道，也许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改变了想法。师傅，我觉得凶手选择用同样的方法炸掉出租屋，很有可能是受害者家属进行复仇。程建明之死就是开始。喂，你好，这里是，喂，喂，你说现在这人都什么素质？不等人说完话直接挂电话。哎，你那边怎么样？又找着几个？哎，我这儿还一大半呢，你呢？别提了，就这破电话都转了8道弯了，还不知道能不能找着本人呢。哎喂，哎你好，哎对，哎你好，这里是市公安局，请问您是杨正吗？啊，看看，这是我总结出来的近期按照你的要求可能发生的社会的热点事件。考虑到他作案需要准备时间，所以排除了最近1周的。不能再精简了吗？我也想啊，但你想啊，如果咱排除了没去查，到时候那俩人动手了，这责任谁担呀？这么多，一个一个查不现实啊。队里现在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找当年的烟花爆炸案关系人上了。那怎么办？那不也得查吗？不过我还有另外一个发现。
一个人的衣着可以改变，但正常行走状态下，步子大小、走路姿势、身体摆动的方式是不会轻易发生改变的。我觉得你推测是对的。高亮和他女朋友果然是一个人。技术科通过对俩嫌疑人步态的分析，怀疑这俩人为同一人，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这俩人从未同一时间出现过。推测此人的实际身份为男性，身高1.8米以上，偏瘦。这是嫌疑人画像。通过画像比对，当年烟花爆竹厂被炸夫妇的独生子江月，与画像存在较高的相似度。目前江月失联，爆炸发生时，江月小学5年级，也在现场，因为母亲的保护而幸免遇难。之后呢，被他的外祖父母带走抚养。这是江月的户籍照。这江月现在什么情况？江月的外祖父母在他上大学之前相继去世，江月在大学毕业之后就销声匿迹了。这年头，这一个人想不留下痕迹可不容易啊，除非他从来不用身份证，而且用的全部都是现金。但是这不现实啊。所以他一直用都是别人的身份信息，我又陷入死胡同了。马上查一下江月的关系人。这大学毕业前啊，江月应该是正常生活，肯定有线索留下。走。快点开门！我知道你在里边。你要再不出来，我就开门进去了啊！快点开门，听见没有？开门！别在里面给我装死啊！谁让你在我家门上装这个东西的啊？要是把我家门搞坏了，我从你押金里扣啊！我就是来通知你的，我这个房子不租了，你抓紧时间给我搬走。房租我都按时交了。我不想租了，行吗？怎么这么多废话呢？可是我们签了合同。什么合同不合同的？我告诉你啊，这是我家的房子，我爱租就租，我不爱租就不租，怎么地了？那也不能不讲道理吧？我是要跟你讲道理啊！我就是看着你这小丫头片子的这个外貌给骗了。我看着你长得白白净净啊，斯斯文文的，原来是一个狼心狗肺的东西。要不是在新闻里看到那就是你，我绝对不会把房子租给你。好了啊，我不想跟你多废话。总之一句话，你赶紧给我搬走，明天早上啊。现在不让你走，已经很对得起你了。扫把星，谁遇到谁倒霉。一堆垃圾，一些晦气玩意儿。走，赶紧给我走！这些晦气全扫了。你给我有多远走多远。哎，你们给我让开！这次租房遇到这么个扫把星，真是晦气，下次可得小心点。
来找我。妈，你还有脸打电话回来？给我点钱，要租房。钱？你怎么有脸开口的？你自己做的孽你自己扛，我1分钱都不会给你。做出这么丢人现眼的事儿，还有脸打电话回来？我告诉你啊，饿死你都是你活该！别再来烦我。价钱这么便宜，也不知道是啥房子呢。质量不太行，肯定有猫腻呢。去看看那个吧。行，那边那个。你好，看一下，谢谢啊。哎，你好，看一下，谢谢啊。你好，我想请问一下，这个真相上面说的这么便宜？这套房源是新上的，房子本身不错，就是位置有点偏，不热闹，离地铁有点远。没事儿，我租了。啊？您先别着急，您是想租便宜点的？嗯。要不这样，我带您看看房子去，要是说不合适的话，我再给您找别的。行。我帮你拿。谢谢。我跟小月大学时睡上下铺。我们宿舍几个人大3开始一起创业，我们是学计算机专业的，所以就一起搞了个程序。当时发展前景很好，也有不少投资人比较看好。怪就怪我们当时社会经验太浅，被一个所谓的投资人给骗了，坑了我们的钱，还把我们的知识产权也拿走了。我们当然不甘心啊，但是想到现实问题，也只能算了。而且当时面临毕业，找房子、找工作、出国，哎呀，焦头烂额的，所以也没有时间精力再搞这些了。小月当时嘴上什么都没说，暗地里却想办法报复了你。这江月的报复心还挺强啊。他是怎么报复的？具体我也不太清楚，只听说他找了一帮搞网络诈骗的，把那家伙骗了个底儿掉。江月还从事过网络诈骗？那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你们大学毕业之后有联系吗？没有了。毕业之前吧，小月把我们被骗的钱都还给我们了，然后他就直接消失了，无影无踪的。我们宿舍哥几个都挺惦记他的，而且我们都知道他家里只剩姥姥姥爷了，父母都不在了，挺不容易的，也不知道这几年过得怎么样。江月父母去世的事儿，
你们知道有多少？听说是事故，再多的就不知道了。小月平时不吭不响，但骨子里其实挺好强的。他父母这事儿，他要不说的话，我们也没法问，是不是？哎，警官，我有一件事倒是有印象。小月呀有一个小盒子，这个盒子还挺精致的，里面具体装什么我不知道啊，只知道那是他母亲给他留下来的。谢谢配合啊。你怎么看？如果江月参加过网络诈骗，那他手里的那些身份证就能解释得通了。这个人坚韧、决绝，有很强的行动力。从刘晓峰被害到现在，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。按照他的行动能力，很有可能已经在寻找下一个目标，或者已经开始行动了。你跟小龙在那个论坛上那个事儿查得怎么样了？这目前可能的目标还挺多的，你让我说出来哪个最可能是他的下一个目标，我是真做不到，真做不到。能不能别转了呀？眼晕。哎呀，我头都晕了。我现在最多啊，只能再缩小那么一点点的范围，就一点点。小龙这2天可没闲着，净愁这事儿了啊！这2天也没回家。哎，你看看他这2眼熬的啊，跟个小兔子似的。小龙，说你这个缩小的那范围啊，大胆的说。那我说啊，我按照网上的热度呢排了个序，就是浏览量，排在前10的话题符合嫌疑人选择标准的就3个。第一呢就是女实习生遭知名记者性骚扰的事件。第2个呢就是女研究生为了保护自己的闺蜜被闺蜜的男友杀害的事情。第3个就是一位七旬老人遭3子弃养流浪街头的行为。如果嫌疑人是按照热度进行选择的话，那么大概率是这3起事件中其中的1起。那你怎么能确定嫌疑人选择目标就是根据话题热度呢？我对比了之前的案子，周连琴、温勇、刘晓峰，这3起事件分别都是同期社会热点中排名前10的。进入前10的话题，符合嫌疑人自诩执行使者替天行道要求的也就2、3个。所以我对自己的这个范围还是有信心的，只是没能进一步的缩小，找到他的目标。好，我去找徐局汇报去。我们马上排查这3起案件的相关人员。好，行动吧，快，动起来！哎。醒了。是你？你不是钟健？你说你躲了也有些日子了，戒备心居然还这么差，难怪像条狗似的被人叨出你。门在我身后，想走很容易。你只需要满足我一个小小的要求，
你想干什么？你猜？我不知道，你到底是谁啊？你别着急啊，我什么都还没说呢。很简单，于小欧啊，没忘吧？把于小欧被杀案的真相说出来，我就放你走，怎么样？我说了，我说过了，我在法院说的就是真相啊！机会有限，想清楚了再说。七旬老人遭子女弃养一事的相关人员已经全部找到，老人目前暂时由所属社区的工作人员在照顾。现在呢，像妇联、民政部门已经介入，包括咱们属地的派出所的同志啊，一起在努力的去协调子女和这个老人之间的关系，并且呢，对他们进行一个普法的教育，让他们明白子女赡养老人是应尽的义务。哎，对了。那个报社实习生举报上司性骚扰的案子，那个女孩已经委托律师了，要到法院告那个男的。但男方呢，虽然没承认，但男方也找了律师。他所在单位考虑到影响和舆论不好，所以暂时停了男方的职。双方接下来要走法院程序了。目前双方都安全吗？安全，而且双方坚称身边没有出现过像江月的人。于小欧被杀案的凶手张伟目前正在监狱服刑。于小欧和张伟的家属现在正在外地，已经取得了联系，唯一联系不上的是本案的重要目击证人夏天。那她的男朋友就是凶手？对，他们仨是研究生同学，张伟和夏天他俩是男女朋友关系，然后夏天要闹分手，张伟不同意，于小欧呢作为夏天的闺蜜就出面调解，然后张伟没想到带了凶器，最后张伟就把于小欧给杀害了。这个案子我好像听说过，是庭审办的吧？关系人中只有夏天是云溪人，他一直在持续的遭受网暴。案件结束之后呢，他就休学，又回到了云溪。网暴？对。很多人认为于小欧之所以送命是为了救夏天，替夏天挡了刀，而夏天却在当庭作证时否认了这一点，作证凶手蓄谋已久，目标就是于小欧。这法院采纳了夏天的证言，说明有确凿的证据。那网上那人瞎闹什么呀？啊？我还真关注一下这事儿。那帮人说话挺难听的，说啥都有。这帮在网上瞎闹腾的人啊，他们大部分没什么正经事儿，就是为了宣泄情绪。他们也不关心案子的真相到底是什么，反正就是各种瞎编乱造，蹭话题、蹭热度，反正各种说法，就是吃人血馒头。这个案子实际上因为涉及隐私，很多细节也没有对公众透露，某种意义上也给谣言传播提供了可乘之机啊。那如果江月真的是因为听了这些谣言觉得案子有问题，这个女孩如果真出了什么事儿，那是不是这些在网上造谣的、起哄的，也应该承担责任呢？你这个说法有点太早啊！现在最重要的是集中精力找人，行动起来。你们好。
汗水替代泪水的重量，用伤口遮住枪口的声响，没有天生不屈的倔强，只因总有人赶在前方挡下风浪。当每一次不平凡变得习以为常，只为将肩上徽章擦亮，就像黑夜中暗涌的光，汇聚成你的模样。抬头望，多么的荣光，像希望伸出了臂膀，披着光，前世也有望，穿越过命运的战场。